Hello，我已经一个人在隔离病房待即将快满1个月了，因为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医生就陆陆续续帮我做出院的采检。那台湾的话，出院的采检就是要3采阴嘛，就是3次采检都要成为阴性才可以顺利的出院。所以这支影片呢，我就会分享我采检的过程，还有采检相关的资讯。那我就先从台湾是怎么做出院采检来开始分享。我这间医院的出院采检的方式是，除了就是像我在机场被检验一样，就是长长的那个东西伸到我喉咙，刮我的口水、唾液去采检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把痰吐在一个痰盒里面，所以每一次的采检都是要检验痰里面的病毒量，还有口水里面的病毒量。那至于为什么采检的过程呢，要用痰液跟口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coronavirus 主要是借由飞沫传染嘛。这个病毒除了有死亡率之外呢，还有就是它传染力极强。那传染力强会造成什么？会造成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瘫痪。就像是欧洲现在的状况一样，他们的病房不够了，那病人就可能要在帐篷搭起来的临时的隔离病房里面隔离。那说是隔离，其实也不是隔离，因为我就有收到很多网友跟我的分享，比如说他哥哥在英国接受隔离治疗，可是其实他那间房间里面还有其他的病友，那这样子会导致有可能会交互感染，有可能一个人已经快好了，但是又受另外一个病友的传染，所以台湾这块做得非常的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3次的采检都是阴性，我们才能被放出去，因为他一定要确定我们是不具传染力的，我们才可以出去。检验出来的口水跟痰液是没有病毒量或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就是代表我们是不具传染力的了。台湾的3次采检，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就我所知，就是欧美很多国家是确诊的病患康复后呢，1-2次的采检是阴性，他们就可以出院了。然后在韩国的话也是2次的采检就可以出院，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做得非常谨慎。那谨慎绝对是好的，因为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些康复的病患不会再具有传染力嘛。那我就开始讲我的第1次的采检。其实我第1次的采检呢是在3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就第1次就是呈现阳性的状态，然后医生就说那你可能体内的病毒量还是蛮多的，所以就我们再等等看一阵子再做第2 round。所以我的第2 round 就是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话，可能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人都知道，就是我的检验结果造成我很大的打击。第1次、第2次是阴性，第3次是阳性。那为什么会造成很大的打击？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也待了3个礼拜多了，那医生跟护士都对我非常有信心，那我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的家人朋友都对我也很有信心。那本来就觉得我可能可以顺利出院了，结果是阳性。对，那打击大到我就是有一点忧郁的倾向，我会莫名其妙突然想哭，然后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其实还蛮乐观，那就是接受那样的情绪会让我有点吓到，所以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分享，我就是有开始接触 meditation 冥想。那因为我还是初学者，所以我就不在 YouTube 上多做介绍。那就是在打击之余，就是我有问医生说，为什么检验结果会呈现阴阴阳这状态？那他说有可能第3次的时候检验出的是病毒的尸体，因为这样子我也就是比较有受到鼓励，这样就想说那可能是病毒死了，只是它尸体。再来这个礼拜我就是做第3 round 的采检，那就是我已经做完3次的采检了，但是结果呢还要再等2-3天才会出来。那等待时间当然是非常煎熬的，因为你不知道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那这次我的心理建设做得比较好了，因为上次已经有过打击，所以这次相对的就看得比较淡。那也做好心理建设说，如果今天又是阳性的话，我就坦然的接受它，好好的相信自己会赶快出院。在这边呢，我也要特地谢谢你们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那很多在我 Instagram 上的朋友就知道说，我现在就是在等待这次第3次的结果，因为我前面2次都是阴性的，所以大家都有帮我集气，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还有我要特地谢谢就是所有来跟我说因为我的分享而帮助到他们的人，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所以才让我更有动力的分享。真的很谢谢你们。那我就希望我们会有好消息咯。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你们留言跟分享。那就这样咯。